夜深时，你是否曾感到内心翻搅难眠，像有股无名的焦虑在胸口轻轻敲打，难以忽视？这时，你可能急着想要平息情绪，却不知道真正的安定并非压抑波动，而是学会稳定自己的频率，以温柔的姿态迎接内在的阴影。当我们谈论频率时，其实是指内在情绪与能量的震荡。就像音乐有高低起伏，我们的情绪也在不同频率间切换。当频率过于剧烈跳动，高频情绪、焦虑、愤怒，或低频情绪、忧郁、恐惧，都会让身心陷入失衡。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在稳定状态下，会出现 alpha 波与 theta 波的和谐共振，这时心智能够进入放松与内省的状态。反之，长期持续的 beta 波过度活跃，代表焦虑与警觉无法休止，亦或 delta 波深度抑郁导致昏沉迟滞，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平衡频率。当你学会觉察并稳住频率，便能创造一个安全的内在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阴影不再可怕，而是一道待探索的风景。你能以温柔的姿态，静静走进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与创伤，看见它们存在的本质，并轻轻对它们说：“我在这里。”许多心理学流派都谈及安全感，它并非来自外界的保障，而是内在频率的稳定。当你知道如何与自己对话，如何在情绪来临时不被吞没，你就拥有了最强大的安全感。那是任何外在环境都无法轻易动摇的根基。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透过呼吸练习，调整身体的副交感神经活动，让心跳与呼吸同频。当你深吸3秒，慢吐6秒，胸口逐渐放松，肩颈不再僵硬，大脑便会接收到安全的讯息，慢慢回到稳定的节奏。稳定了频率，你才能看见阴影中的礼物，那些曾被你躲避的恐惧，其实在呼唤更深的自我认识。那些被遗忘的伤痛，也在提醒你，过去有些渴望尚未被满足。阴影不再是敌人，而是你灵魂的指南针。在温柔拥抱阴影的过程中，你的频率有时会再次震荡，这很正常，因为深层创伤的触及会唤醒被遗弃的情绪与记忆，这时更需要你的稳定频率。就像在风暴中依然立于不动的大树，只有根深才能不被狂风折断。在实践上，你可以为自己创造仪式，每天清晨或夜晚，留出10分钟的时间，关上手机，关掉喧嚣，轻闭双眼，缓缓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也许是胸口的悸动，也许是脑海的浮想，都让它们自然浮现，不加评判。接着，将注意力放在呼吸，感受气息进出身体的温度，伴随呼吸，轻声自问：此刻我需要什么？然后静静等待答案。也许是一句安慰的话，也可能是一个温柔的拥抱，或仅是我在这里的默许。随着练习增多，你会惊讶地发现，情绪不再像海啸般猛烈，而是如同海浪，自然来去。即使阴影出现，你也能保持中心，不被淹没，也不退避，而是与它共舞，将阴影化作力量的泉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
你所抗拒的将持续存在，你所面对的将因你而转化。稳定频率就是用温柔的心，不带评价地看见自己最深的阴影，并允许它们呈现与舞动。透过这份温柔，你的生命场域开始悄然展开全新的可能。在这条路上，你不需要赶路，更不必与他人比较。每个人的阴影深度各异，每个人的频率调试方式也不同。重要的是，你愿意成为自己最温柔的守护者，在内在风暴中为自己稳定频率。当你练就这份能力，外在的一切挑战都会因你的内在场域而失去侵蚀力。失落、焦虑、挫败感再也不会将你摧毁，因为你有能力温柔地看见它们，并接纳、转化、流动。于是，你的生命开始转变，过往总是重复的痛苦模式逐渐化作成长的养分。你不再是遭遇情绪洪流的受害者，而是自己频率的掌舵者。你学会在任何处境里稳住自己的频率，用温柔拥抱阴影，让生命展现更深的显化与丰盛。深夜的房间只有微弱的灯光投射在窗边的布帘上，你捧着一杯温热的茶，心里却难以平息那股轻微的失落。或许是刚刚结束的一段对话比想象中短暂，或许是努力却未得到回报的焦灼，又或是某个细微的错过，让你突然感到时间好像静止，世界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失落像一阵细雨，无声地渗透到灵魂的角落。最初你或许会抵抗，试着用忙碌填满空隙，甚至告诉自己我没事，只是一时的低潮。但那些挥之不去的情绪终究会在夜深人静时轻轻敲响你封闭已久的心门。在那一刻，稳住频率变成了最温柔的选择。频率不只是声音的高低或心跳的快慢，它也是内在能量的流动节奏。当你因失落而心跳加速，思绪紊乱时，所有想要显化的愿景都像被刮起的沙尘，四处飞散，难以凝聚成一个清晰的形态。心理学家指出，情绪的波动与我们的大脑活动密切相关。当失落触发负性情绪网络时，脑中的杏仁核会迅速放大对失落的感知，导致更多的焦虑与自我怀疑。此时，若我们依赖外在刺激或沉溺于过度思考，只会让频率更快地偏离平衡。但当你能够在失落中察觉自己的身体，感受胸口的悸动，手心的微微出汗，呼吸的急促，并且温柔地将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大脑的副交感神经便会被激活，带来一种难得的安定。这不是忽视失落，而是在失落之中依然能与自己保持连结。我记得那一次，我在事业上遭遇重挫，所有计划仿佛都崩解于瞬间。刚开始，我将自己关在房里，连好友的问候都回避，只想躲在黑暗里，任由心中的失望发酵。几日后，我才发现，情绪的洪流不仅让我精疲力尽，更把我原本渴望的创造力一并冲散。于是，我开始每天早晨做一件小事，在阳台上闭眼，聆听第一声鸟鸣，感受太阳温柔的光线洒落手背。我容许自己在微凉的空气中感到一丝失落，却始终没有让它掌控我的整个早晨。当思绪再次来袭，我便轻轻将注意力带回呼吸，
在3秒的吸气和5秒的吐气间，我看见自己心里的失落与不安，也看见自己尚未放弃的那一点光亮。这样的练习并非速效救心丸，它像是你与自己最诚实的对话。我知道你很难过，你轻声告诉自己，这份失落是因为我在乎，我热爱我的梦想。当你同时给予理解与安抚，情绪便不再像急速翻腾的波浪，而是成为一股柔和的潮水，带走旧有的疲惫，却留下进化的力量。在频率稳定的场域里，你的心灵开始有了新的空间去创造。曾经因失落而放下的目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因为你在失落中依然与自己连结，才得以堆砌起更扎实的能量基底。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情绪在稳定频率下流动，能促进多巴胺与血清素的平衡，让大脑具备更高的创造力与正向思考能力。显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它更像是水流，曲折蜿蜒，却最终会汇聚成河，将你渴望的风景悄然带向现实。当失落来临，你可以让自己停顿片刻，但不需停滞不前，用一种温柔的姿态承认它的存在，并在息息相关的呼吸中慢慢修复你的频率。如果你愿意在失落中保持频率，你会开始发现，那些未曾实现的愿望，其实在等待一个更稳固的你去召唤。那些因失落而暂停的计划，也会因为你找回中心，重新启动。在这个过程中，请记得留下一些时间，给自己做最爱的事情，或是走入森林中，倾听叶片摩挲的声音，或是坐在书桌前，让手指在文字间流连，又或是简单的对着镜子微笑，告诉自己，我比我想象中更坚强。当你在失落中稳住频率，你便拥有了一种内在的安全感，那是任何外在风暴都无法轻易动摇的根基。也正因为这份稳定，显化才能在温柔中自然发生。你渴望的爱、自信、创造力，都会因为你对自己频率的呵护，慢慢地进入你的生命。深呼吸，再深呼吸，让失落的浪潮温柔地淌过。你依然稳定如山，在这份稳定中，一切显化的种子都将悄然发芽，在你温柔而坚定的频率里，生长出最动人的生命花朵。当清晨的第一缕光线穿透窗帘，你可以选择将心绪拨回平静，也可以让昨夜的迷惘继续缠绕。这一瞬间，就是频率选择的起点。生活中，我们常以为情绪像突如其来的浪潮，无法左右，只能被动承受。但其实，你每天都在无形中决定自己振动的频率，而这份选择权永远掌握在你手中。神经科学显示，当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在感恩、喜悦、好奇等高频情绪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血清素与催产素，让神经网络进入愉悦与安全的共振状态。相反的，若长期停留在恐惧与焦虑的低频之中，皮质醇与肾上腺素则会持续升高，让身体与心灵陷入紧绷与疲惫。在深层的意识里，每一次选择高频，都是与宇宙法则的共振。宇宙的能量并不偏袒任何人，它只回应最纯粹、最真实的震动。当你的频率有意识的提升，爱与丰盛便会像磁铁般自然向你靠近。
但是在现实里，并非每天都能轻易切换到高频。忙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未尽的梦想，都可能拖曳你的频率，让你陷入犹豫与自我怀疑。此时，能否意识到我可以选择，是决定显化能量方向的关键。具体来说，你可以在每一个当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停顿，闭上眼睛，感受呼吸的温度，轻声问自己：我想要感受什么？这道问题会提醒你，即使在风暴中心，你依旧拥有选择的能量。当你回答我想感受平静，就自动启动了稳定神经系统的副交感回路，让身体从警戒状态中抽离。当你回答我想感受喜悦，就引导大脑产生更多快乐激素，让频率自动上升。在此过程中，勿忘接纳当前的情绪。如果你此刻感到疲惫、沮丧，不要否定它们的存在，而是温柔地对自己说：我知道你现在累了，也很正常。这份接纳就是将频率从抗拒转向理解的第一步。接着，你可以引入高频的场景，想象自己漫步在花海中，感受阳光洒落脸庞的暖意，或是回忆一次真心大笑的时刻，让微笑的肌肉记忆唤醒快乐的频率。透过意识的力量，你在内心重播这些高频画面，频率便随之微调。练习久了，你会发现，即便困境依旧，频率却能自主地保持在你设定的范围内。在低潮来临时，你能迅速意识并调整；在高峰时，你能珍惜并延续喜悦。这不仅让你免于情绪的过山车，更让显化的能量能稳健地积聚显形。再者，你也可以运用声音与律动，作为频率选择的辅助工具。轻柔的音乐、节奏舒缓的冥想，或是缓慢伸展的瑜伽，都能帮助大脑从战斗或逃跑模式中释放，带领你进入高频的内在空间。许多灵性大师都强调，你不是被迫选择频率，而是可以有意识地调整它。这份自主权让你成为自己生命的导演，而非被情绪或他人牵引的配角。当你越来越熟练地操控自身频率，你的生活品质会自然跃升，人际关系更和谐，工作效率更卓越，创造力与直觉也更清晰地为你指引方向。最重要的是，频率的选择权不仅影响当下，也在形塑你的未来蓝图。你所散发的震动，就像在宇宙播下的种子，吸引相似频率的事件、机会与人物。当你决定每天都练习选择高频，也就决定了要与更高层次的能量共舞，让生命故事流转出无限可能。所以，亲爱的，请牢记，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你始终拥有选择自己频率的能力。只要愿意给自己片刻的停顿，一次深吸，或是一个温柔的自我抚慰，你就能在每一个当下，将频率微调到最适合的状态，让显化的能量在温柔与力量间平衡流动。当你越来越习惯这份选择，你会发现，人生的路不再只是被动承接考验与挑战，而是你与宇宙共同创作的画布。在高频的光辉中，书写属于你的丰盛与丰盈。当你静下心来，闭上双眼，聆听内在最细微的节奏，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跳与呼吸如同一首轻柔的乐曲，
这首乐曲正是你与宇宙共舞的频率。当你学会与这个频率对话，你也便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生命能量场的门。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像是一段旋律的转折。当焦虑袭来，内在的旋律忽然躁动，节奏加快，让你感到心慌与不安。当喜悦涌上，旋律变得明亮，律动轻快，让你想要伸展双臂，拥抱整个世界。但更多时候，我们像被动的听众，任由这些旋律在内心响起，却不曾回应他们的呼唤。与内在频率对话，并非刻意去追求某种美好感受，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在每一次情绪来临时都能停下脚步，倾听那份旋律带来的讯息。它想告诉你，哪里还需要关注与疗愈，哪里正蕴含改变与成长的契机。当你愿意在呼吸间对自己说，我听见了，你便开始以温柔的态度回应内在的每一次渴望与恐惧。这种回应不需要华丽的言语，只要一份真诚的接纳。在神经科学的视角下，每一次你主动将注意力拉回当下，大脑便减少了战斗或逃跑的贝塔波活动，转而进入更放松的 alpha 波与 theta 波模式，让身心同时获得稳定与清晰。有一个练习非常简单，当你感到情绪波动时，请先停下正在做的事，轻闭双眼，将双手叠放于胸口，感受手心的温度。随着每一次吸气，想象自己正吸入宇宙的光与能量。随着每一次吐气，想象将心中的杂乱与疲惫如烟般缓缓释放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评价任何情绪，只要静静倾听，静静回应。或许在某个瞬间，你会听见一声低语，我累了。那是你内在自我的诉求，提醒你这段时间给自己太多压力。又或许会听见，我很孤单。那是被忽视的情感，渴望被理解与陪伴。当你轻轻回应，我在这里，这个频率的共振将会开启内在能量场的翻转。因为能量场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会随着你的意识波动而改变。当你在低频的恐惧与焦虑中停留太久，整个能量场就像陷入阴霾，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但当你学会回应与转化，将恐惧化作好奇，将焦虑化作行动的动力，便能让整个频率往更高、更光亮的方向移动。我记得有一次，在工作压力最巨大的时刻，我深感无力与迷惘，心里不断浮现逃离一切的念头。后来，我强迫自己放下手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将注意力完全放在树叶随风摇曳的声音上。那一刻，我的内在频率开始缓缓平稳，焦虑不再像急促的鼓点敲击心房，取而代之是一种深邃的宁静。在那片刻的宁静里，我听见内在低语，其实你还有梦未完成。那声音如此温柔，却又坚定，像一位老朋友邀请我继续前行。我才明白，压力与挫折并非终点，而是催化内在翻转的助燃剂。当你学会这种对话，人生的能量场也会被翻转。你不再只是盲目追逐理想中的成功，而是与每一个当下的自己协同创造。在对话中调整方向，累积力量，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被你视为阻碍的挑战，
其实是宇宙为你安排的试炼，透过翻转能量场，引导你走向更宽广的舞台。频率对话并不需要长时间的冥想或静坐，它可以是工作间的短暂停顿，是夜里窗前的一句轻喃，是与好友分享心事时的温柔拥抱。只要你愿意给自己片刻的停歇，愿意真诚地回应内在的声音，便能在日常里翻转整个生命的能量场。最美妙的是，当你越来越熟练这种对话，高频与低频之间的转换将成为你最自然的节奏。你不再恐惧情绪的波动，因为每一次转折都预示着一次蜕变与成长。你也不再需要执着于外在的结果，你知道真正的显化是由内而外的能量共振。只要内在频率纯粹，显化自会在合适的时刻以最美的姿态呈现。于是当你再次闭上双眼，倾听心跳与呼吸，记得对自己轻声说，我在这里。你会看到，就在那份回应之中，整个宇宙的能量场正为你翻转、扩张，共同谱写属于你的新篇章。在生命的旅程里，失落如影随形，有时像夜空里忽隐忽现的星辰，在不经意的瞬间闪现又消逝，有时又如潮水在心湖边翻涌，将你的平静一次次冲刷殆尽。然而，若你能以温柔的目光看待失落，便会发现每一次的低潮其实都是一次宝贵的频率校准契机。当你感到被拒绝的痛，或是努力后仍未如愿的挫败，那股失落会在体内引发微微颤动，你的心跳忽然加快，呼吸变得沈重。这不只是一种情绪的反应，更是你内在能量的震荡告警。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当不快乐的情绪升高时，大脑偏好释放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让你处于战斗或逃跑的高度警戒。而这股警戒正是身体在提醒，你的频率已偏离平衡，需要重新调整。频率并非遥不可及的玄学名词，而是你内在能量的振动频率。就像收音机若微调偏差，再好的电台也会杂音四起。当你的频率与内心平静同频，生命之声才得以清晰传达。而每一次失落的来临，正像电台遇到干扰讯号，提醒你该重新微调旋钮，找回内在的频率共振。不妨在下一次失落袭来时，暂停手边的事物，闭上眼，将双手轻放于胸口，感受心跳带来的微妙震动。别急着抗拒，也别立刻想要修复，只要静静的聆听，我的频率在哪里偏离了？或许是因为对方一句无心的冷言，让你突然感到被遗弃；或许是长久的努力未见回报，让你对未来充满疑惑。种种讯号都是你内在世界的回音。这个练习看似简单，却能快速启动副交感神经，让身心进入放松模式。当皮质醇下降，大脑切换至 alpha 波与 theta 波，你便能在情绪的漩涡中找到平衡点。科学研究也指向，我们并非只能被动承受失落，而是能主动回应它，将频率重新校准到最合适的波段。我有位好友小雅，曾为工作挫败而深陷失落。她在一个专案上耗费心力，却因为主管的质疑而被迫改变方向。
那段时间，他常在夜里辗转难眠，感到自我价值被狠狠否定。他告诉我，我以为振作很难，直到我学会先允许自己失落，才真正开始走出低谷。小雅采取了一个小仪式，每天清晨，她先不滑手机，而是在阳光照入的书桌前，轻轻闭眼，感受空气中的温度。她允许自己沉浸在昨夜的失落里，由浅入深地探问：我为何如此痛苦？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还渴望什么？他将这些心声笔录在纸上，一边写一边深呼吸。透过书写和呼吸的同步，他的频率逐渐回归平稳，内在的混乱开始有了结构。在那波动稳定之后，小雅发现自己原本被压抑的渴望开始重新浮现。她想要更有自主性的专案方式，也想要与主管开启更透明的沟通。于是，他找了时间与主管进行深入对话，以平静且坚定的语气表达需求。那次对话不仅让彼此重建信任，也使专案方向更符合小雅的专业强项。这一切都源自他在失落中愿意给自己一段时间，调整频率，倾听内在的低语。在频率被校准后，显化的能量也悄然转动。当你不再因失落而逃避，而是以温柔且坚定的心回应那份痛苦与需求，宇宙便会在你内在的震动中，将相应的机会与奇迹带到你面前。多巴胺与血清素分泌增强，你会更有勇气展现自己，也更容易吸引志同道合者。失落本身并非负面，它只是你内在的一盏警示灯，提醒你有什么尚未被理解，有什么渴望尚未被回应。若你选择忽略，那灯将持续闪烁，让你在黑暗中摸索；若你选择倾听，灯光将越发柔和，引领你走向更贴近真我的方向。当你持续放松接纳自己，便会发现，每一次失落都不再只是痛苦的重演，而是一次能量的重整与升华。你对自己的认识更深，对他人的同理更真，对未来的方向更清晰而坚定。在宇宙法则中，频率是吸引同频事物的力量。当你的频率稳定且纯粹，你便能自然而然地在爱与丰盛的场域里共振。每一次失落的校准，都是将频率调整到更高层次的过程，让显化的能量更真实、更深刻地流入生命。亲爱的，下次当你面对失落时，不要害怕，也不要逃避，给自己一些时间，像调音师一样，轻轻旋转心灵的旋钮，让频率在回归与升华之间找到最协和的节奏。你会发现，在那道频率校准的光芒中，不仅没有失落的阴影，更有一条通往自信、显化与丰盛的新路。当你回首过去，映入眼帘的不只是斑驳的回忆，更有哪些曾经未被疗愈的伤口和纠结在心底难以释放的情绪。我们往往以为过去已经过去，只需埋藏、忘却就能继续前行，却不知那些未曾照看的碎片仍在无形中左右着我们的能量场。在心理学里，过去的创伤与未完成的情绪会被内隐记忆悄悄收藏，潜伏于我们的行为模式与信念系统之中。例如，
童年时被忽略的渴望，可能让你在成年后总是不自觉地寻求外界的肯定。一段未被道别的关系，会在每一次亲密时成为无形的屏障。这些内隐记忆如同深海里的暗流，当人生遭遇变动、压力或挑战来临时，它们便会被驱动，化作潜意识的讯息涌现。那一瞬间，你或许会莫名地感到恐惧、焦虑，或许只是对某句话过度敏感，无法言说的刺痛。神经科学解释，未被处理的情绪会使海马回与杏仁核反复共振，不仅加深对负面经验的回忆，更让大脑持续处于防御状态。当我们试图透过理性压抑这些感受，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便会如潮水般堆积，导致失眠、身体僵硬，甚至免疫力下降。然而，若能学习以温柔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一切，就能逐渐消融这些内隐的障碍。温柔看待，并非纵容过往的伤害，而是用理解与同理，给予自己重新整合的机会。你可以在心里对那段破碎的记忆说：我知道你曾经痛过，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守护。现在，我愿意用爱接纳你的存在。在实践上，最简单却最有力量的方法，是透过分段回忆与回应的书写练习。先在纸上轻轻描绘某个让你仍感牵绊的片段，也许是一句断裂的话语，一次未尽的拥抱，或某个你始终无法回到的时刻。写下当时的感受、身体的反应，以及那份情绪所要告诉你的核心需求。接着，换一个角度，以陪伴者的身份，在同一页写下：亲爱的自己，你当时真的很勇敢。即使遭遇这样的不安和恐惧，你还是努力撑过了日子。现在，我看见你的渴望，愿意陪你好好休息。这种双向写作能让大脑同时启动前额叶皮质与内侧前额皮质的整合功能，在神经回路中形成新的连结，将过去的疼痛转化为支持自我的资源。当你持续在书写中与过去未尽的情绪对话，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曾经看似无法承受的记忆，竟也能在被理解与抚慰后，慢慢化为柔软的养分。你的能量场开始变得清明，不再为旧日阴影所牵绊，而是因为接纳与整合，让过去成为推动显化的底蕴。此外，日常的身体扫描也能加速疗愈。每天黎明或入夜前，静静地躺下或盘坐，轻闭双眼，将注意力依序带到脚趾、膝盖、大腿，一路到胸口、颈部、头顶，感受每个部位的温度与张力。当你的意识停留在某个区域时，若有紧绷或不适，就想象用呼吸把那里的压力慢慢吹散。这不只是放松肌肉的练习，更是在神经网络中将过去的封闭能量打开，恢复自由的流动。随着对过去的温柔回应逐渐深入，显化之路也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明。因为显化并非凭空想象的愿景，而是你与宇宙能量共振后自然呈现的实相。当内在的阴影被抚平，你的高频情绪、喜悦、感恩、自信才会成为显化最坚实的引力场。我想起一位学员，他一直有不够好的自我批判，源自小时候父母的严厉要求。尽管在职场上屡获肯定，他的心总在某处空缺，等待被填满。在一次练习中，他
他把内心最深的记忆写下。那年他初次拿到好成绩，父亲却因工作忙碌，只留下很好，但可以更好的批语，让他从小学到成年人，依然渴求超越自己的焦虑。当他愿意给那个小女孩温柔的自我拥抱，在书写中回应：你已经足够出色，值得所有的骄傲。随后在身体扫描里释放胸口紧绷的能量。他告诉我，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光芒，不再被无形的框架绑住，我的频率变得如此清亮，连带着长久停滞的愿景也终于有了落地的可能。的确，当你温柔看待过去，就像将一扇窗户擦拭干净，让光线能自由洒进来。显化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每天的日常，每一次深呼吸的力量，每一次对自我的温柔倾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请给自己一点时间，无论是在清晨的薄雾中，还是深夜的灯下，都用笔与呼吸持续回应过去的自己，让每一页书写都成为疗愈的仪式，让每一次身体扫描都成为能量流动的渠道。当过去的阴影被一点一滴的化为光亮，你的内在场域将变得晶莹透明。在这样的清明之中，任何你所渴望的爱、丰盛、成就，都能因为高频的共振，在生命之河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因为你已经以最温柔的方式看待过去，拥抱自己，让显化之路从此更加清明。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